我哥是不婚主义，爸妈为了香火高龄冒险生下了我，结果妈妈难产离世，爸爸不知所踪，我只好辗转在姑姑和舅舅家里。直到我7岁那年，所有的亲戚忍无可忍，一纸诉状告上法院，要求哥哥抚养我。法院判决书下来那天，我吃力而熟练地拖着很小的一只行李箱，抖着手抓住走向法院外的哥哥的手臂。男人蹙眉回身，我对上初次谋面的哥哥，那是一双充满怨恨和冰冷的眼，看向被我抓住的那只手。熨烫妥帖的西服衣袖上，因我的抓握留下很小一片褶皱，我手上哆嗦，在他含着警告的目光里，害怕的想将手收回来。你摆什么脸色呢？苏哲，法院判决书都下了，你以为你还躲得了吗？舅舅义正言辞捏着判决书道：父母亡故，长兄如父，这都7年了，亲弟弟早该由你养了。我没别的选择，也养不活自己，抓着哥哥衣袖的手，满心惊恐间到底没敢松开。但哥哥面容难看至极，伸手一把推开了我，他寒凉的目光看向姑姑和舅舅，声线像是带了冰。不是苏家将我赶走的吗？我哪来的父母，哪来的亲弟弟？舅舅一时语塞。那你找法院理论去啊，反正苏念判给你了，别想再塞给我们。我僵在原地，垂低了头，不敢吭声。天气降了温，风很大，可我却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发烫，攥紧的手一直抖，手心全是汗。我知道没人想要我。哥哥冷冷再睨了我一眼，嗤笑了一声。他似乎是不想浪费时间，径直丢下我上了停在不远处的车，摔上了车门。车子启动，眼看就要开走，姑姑猝然沉了脸。他跟舅舅冲过去时，恼怒撞了下，还傻站着的我。不会赶紧跟上去吗？拖油瓶，是不是还想缠着我跟你舅舅？我被猛地撞倒在地，眼前阵阵发黑，我顾不上疼，惊慌失措爬了起来。我再看过去时，姑姑已经扑到了哥哥的车前，趴在车身上，双手用力拍打着车前盖。没天理啊！赚大钱开豪车的亲哥哥要违法不养亲弟弟啊！看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渐渐有人聚拢围观，姑姑的哭喊声越来越大，舅舅也扯着嗓子对着围拢的众人连声诉苦。人群聚集，喧嚣声渐渐四起，影响了法院的工作。法院里有法官走出来试图劝和，姑姑和舅舅都不愿搭理他，法官只能走到哥哥的车窗前敲了敲玻璃，车窗终于打开，露出哥哥紧绷至极的一张脸。他掌心握着方向盘，不断用力，手背青筋凸起。苏先生，需要我们帮忙吗？那位不是苏法医吗？上月经室那桩大案还是他协助破的呢。那样知名的法医确实该赚不少啊，真的连这么小一个弟弟也不管吗？议论唏嘘声混着姑姑和舅舅的大闹，哥哥恼怒不堪的面容渐渐浮起一丝难看的苍白，他含着脸看向我，上来。我一瞬惊喜而慌乱，拖着行李箱吃力而急切地跑去车后。我在车身上摸了半天也没能打开后备箱，围观的人看着热闹，没人愿意上前帮我。我攥紧拉杆，只能硬着头皮将行李箱一起带上了车后座。不等我坐稳，哥哥已经踩下了油门，车子几乎是飞了出去。我猝不及防，连人带箱子重重撞在了前座座椅的后背，眼前直冒金星，鼻子酸的眼泪都掉了出来。车内后视镜里是哥哥阴沉而不甘至极的一张脸，我疼得有些头昏脑胀，耳边是有些模糊了的哥哥冰冷的声音：你跟他们真像。我听不明白，只颤抖着在座椅上坐稳，手上无力又竭力地抓紧了箱子拉杆。一样的最会装傻装可怜。我仍是不太懂，但至少清楚这话肯定不是夸我的。我不安地将双手搅在一起，视线余光里看到车在后视镜上挂着的一张照片，哥哥车窗半开，灌入的风吹着照片无声晃动。我模糊看到上面一个陌生大姐姐的面孔，大概17、8岁，皮肤很白，笑得很漂亮。我不敢多看，只一眼就垂下了头。我嘴里开始泛酸水，直到我实在忍不住要呕出来时，疾驰的车子倏然一脚急刹，停在了一处小区里。我猛地推开车门冲下车，跑到垃圾桶旁剧烈呕吐。等我吐完再回身时，哥哥仍是没有下车。我小心走过去，隔着半开的车窗看到他冷白失神的侧脸，他拿着一块手帕在擦拭挂在车内的那个大姐姐的照片，应该是很重要的人。他擦得很认真，面容很温和，再不过片刻恢复满脸的冷漠。开门下车，我拖着行李箱小心翼翼跟着他进电梯上楼。进玄关门时，我怕踩脏地板，又悄悄脱掉了鞋子。哥哥将我带去1楼最角落的一处房间，他不回头看我，大概是实在嫌我，只默然丢下一句：进去住，没事少出门，别让我多见到你。我立马点头要推门进去，身后一道小女孩的声音却忽然响起：哥哥，他是谁？我抓着拉杆的手猛地抖了一下，回头看过去，看到一张很瘦的近乎惨白的面孔，看着是和我差不多的年纪。他手里抱着只瓷娃娃，漆黑的眼瞳直直盯着我，像是看着闯入自己领地的怪物，带着掩不住的防备和抗拒。我本能有些害怕，朝后退了2步。哥哥一直冰冷的脸却转为温和，他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衣走过去，将衣服披在了女孩单薄的背上，再拿过拖鞋蹲身下来，给她光着的脚穿上。哥哥，我害怕他，可以不要让他住在这里吗？苏哲温柔摸了摸他的头，这是哥哥的一个亲戚，赞助谢天哥哥，就让他走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让别人叫他哥哥，也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，我只一时不安至极，忍不住提着胆子小声开口：
哥哥，我没有别的地方能去。小女孩发出了细微的哭泣声。苏哲回过头来，愠怒看向我。我不是你哥哥，我没有告诉过你吗？进去别出来！我再不敢说一个字，回身手忙脚乱拉开门，进了房间，关上门，门外的哭声仍在继续。我从没有被人哄过，只觉得哥哥那样温柔的哄慰声似乎很是好听。房间里大半的空间还放着杂物，角落里的一张小床像是临时塞进来的。我躺到床上，看向窗户外黑漆漆的夜晚。我记不清这是我换的第几个住处了。哥哥厌恶苏家，连带着也厌恶身为苏家人的我。可其实苏家也从来没有人喜欢过我，将我当过家人。妈妈生下我就离世了，爸爸无法接受我是个儿子，泄愤打骂了我1年。后来领着个怀了孕的阿姨走了，就再没回来过。那之后我就像一只皮球，在一众亲戚的厌恶不耐里被踢来踢去。我竭尽全力表现出自己的用处，我帮舅舅的小店搬货摆货，给姑姑的小孙子换尿片洗衣服。上下学路上，我捡瓶子卖钱，换的钱给姑父。学校每学期的助学金，我厚着脸皮求老师多分我一份。姑姑的小孙子调皮，把我弄伤了，有护士怀疑我被虐待，悄悄问我说要帮我报警。我疼到龇牙咧嘴，却还是乖乖笑着跟他说，是我自己贪玩不小心。我想方设法讨好每一个人，在亲戚家里熬过了7年，吃很少很少的饭，花很少很少的钱，可不被喜欢就是不被喜欢，他们到底还是忍无可忍，哪怕闹到法庭也要将我送走。我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裹着被子，还是总觉得冷，总觉得空空的，总感觉我好像忘带了什么，怎么就这么空？这些年我每搬去一个新地方，都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可其实我全部的东西从来都只有几件破旧的衣服，本来还有些书本的，但姑姑说让你哥哥给你转学买新书，他不等上法庭就卖掉了我的书本，给他的小孙子买了糖吃。我拉回思绪，翻身下床，拿出了行李箱里那2件旧衣服抱到怀里，躺回床上，似乎终于找回了一点踏实感。我脑子里昏昏胀胀，感觉很烫，又感觉很冷，似乎是发烧了。我好像总是生病，以前我听医生说过一次，妈妈年纪很大才生下的我，所以我身体总是不好。我蜷缩着努力试图抱紧自己，可还是冷。我周身瑟瑟发抖时，门外敲门声响起，那个小女孩的声音传来，你出来，哥哥找你。我意识混沌的厉害，下了床脚，下像是踩在棉花里。我有些不清醒地跟着他往楼上走，他打开了一个房间门，我跟着他进去，却没有看到哥哥。似乎是书房里面有书柜，书柜旁的地上一个相框落在那里，玻璃框好像摔坏了。我看到了上面熟悉的面孔，是哥哥车上照片里的那个大姐姐，但这个相框里的照片是黑白色的。不等我细看，女孩忽然尖叫了一声，哥哥很快沉着脸疾步进来。我慢慢回过点神来，听到女孩对哥哥哭诉的声音，哥哥情绪彻底失控。出去，出去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养你了，跟苏家有关的东西都让我恶心。走吧，让苏家去告我。已经是凌晨，我被赶出了家门，我没地方可去，呆呆坐在小区绿化带的长椅上，我的头越来越烫，脑子里像是钻进了一群嗡嗡乱叫的虫子，耳朵边是不断的轰鸣声。我抬起头看到夜空里很多的星星，一眨眼它们又全都不见了。城市里的晚上，天空好像是没有星星的，不像我从前在小镇上时，晚上被姑姑赶出去罚站，抬着头就能看到满天的星星陪着我。我垂下眼，好像有点难过，我连星星都没有了。我的头越来越重，意识渐渐散去，耳边却响起一道很轻的声音，小念，像是哥哥哄那个小女孩时一样。我欣喜急切抬眸，看到了洁白裙子的漂亮的妈妈，她走过来像是天使一样，轻轻地将我抱进了怀里。我一出生，妈妈就离开了。苏家所有人都对我不好，可我没见过妈妈对我不好的样子，所以我能把她想象成最好的、最爱我的样子。我缩在她怀里跟她撒娇，在这个世上我唯一可以撒娇的，妈妈的身上是香香软软的，永远温暖的。妈妈，我很冷，我还生病了。那妈妈带小念去医院。我很开心，随着他站了起来。听说医院打针很疼，但如果是妈妈带我去的话，打多少针我都不怕疼。我高兴地将另一只手也伸过去，牵她的手臂，伸过去的手却摸了个空。我看到我被牵住的那只手也悬在了半空中。我揉了揉眼，再看过去时，天上没有星星，妈妈也不见了。我的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，砰的一声，头就砸到了地上，什么都感觉不到了。不知道这一次睡着了还会不会再醒来。我好像睡了很久，直到有脚步声匆匆靠近我。我感受到有人摸了我的额头，听到几个大人陌生惊讶的声音。天啊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这得烧到40度了，家里人呢？这不是苏法医那弟弟吗？昨天才被法院判过来的。快给他打电话！不管怎样，孩子是无辜的呀！混乱的喧嚣议论声往我耳朵里钻，我竭力睁开眼睛，摇摇晃晃从地上站起来道：我没事，我只是出来走走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从前我还住在舅舅家时，连续许多天没吃早餐去幼儿园，上课时低血糖昏倒，老师打电话叫来了舅舅，舅舅将我带回去，气急败坏道：你是不是恨不得所有人都以为我虐待了你？你妈死了，你爸不要你，我好心养你，你果然是白眼狼。
我就是因此被硬塞去了姑姑家里。可我真的不是故意昏倒的。我看到有叔叔拿出了手机，皱眉说着：“我给苏哲打电话。”我着急想阻拦，但电话已经通了。叔叔开了免提，跟那边说明了情况。我听到哥哥冰冷不耐的含糊的声音：“我不会管他，要死了就让他等死。”天渐渐亮了，有阳光洒落到我身上，可我感觉好像更冷了。我垂低了头，不知所措地攥紧了衣角，身体有些站立不稳。我看到树木和那些叔叔阿姨好像都在摇晃，但我忍着没有再摔下去。这孩子的情况看着快熬不住了，咱也不爱多管闲事，但这绿化带是公摊面积，你要遗弃孩子，那也得让人离开小区。我隐隐明白过来，这草地也不是我能待的地方。哥哥还是下来了，那些叔叔阿姨急着去上班，见他下来就匆匆离开了。我惶恐不堪，将头抬高一点点，他身上的味道又浓重了很多。以前姑父喝多了好像也是这样的。低着头装什么哑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赶你出来，你满意了？我的耳边又响起舅舅恶狠狠的声音：“你是不是就巴不得所有人都以为我虐待了你？”那些无休无止的声音，此刻跟哥哥的声音重叠了起来。哥哥伸向我的手，像极了姑父的手臂，他的手推到了我的额头上，我好像又感受到了那种剧痛，我哆嗦着惊惧的后退。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尽管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，我没有故意晕倒，也没有叫叔叔阿姨过来。我察觉到的额头上的剧痛已经消散，后知后觉，我好像并没有被烫到。我额头上只有大颗大颗滚落的冷汗。我抬起头，看到预料中的哥哥冰冷至极的一张脸，又似乎他眸底有极短暂的一瞬怔住。我不知道能说什么，能让他的愤怒消散一丁点儿。我只在剧烈的头晕目眩里，恍惚而有些麻木地继续着。对不起。我预料中的怒骂声、斥责声，半晌没有再响起。好一会儿，哥哥有些摇摇晃晃的在我身旁坐了下来。我小心看了他一眼，看到他的眸底是通红的，不知是因为喝多了酒，还是因为熬夜，或者是因为其他。我的手不安地垂在腿上，右脚在一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他喃喃的痛苦的声音：“他死了，他死了。”他说的人该是照片上那个大姐姐。我不敢吭声，只听到他声线恍惚，继续像在自言自语。他将他最不堪的、最绝望的过往告诉了我，被继父侵犯，被生母目睹却无视。他害怕被任何人知道，可他又说他觉得我不一样，我不是任何人。他赤红着眼，死死盯着我。然后那个女人拿那些过往去威胁了他，他跟我断了往来。那个女人说，那些过往是从我嘴里得知的。那个女人说，她的儿子永远乖乖听话，永远什么都不会瞒着他。我好像已经知道了答案，但我还是问他，那个女人是谁？哥哥笑了，眸子像刀子一样刺在我眼底。当然是你的好妈妈。我说不出话来了，只是瞪大了眼，拼命地摇头。哥哥红了眼，看向远处，太阳慢慢升了起来。那天那个女孩去了天台找我，想要问我，从前我们总是在那里说悄悄话，然后她的病犯了，从那里落下去了。他垂着的手拼命抓住了座椅边缘，手心被硌得生疼。我疯了般摇头，不是，妈妈不是那样的。这么多年，唯一温柔、唯一爱我的只有妈妈。她永远穿着洁白的裙子，她会抱着我，她会给我买玩具，会带我去看病。哥哥俯身逼近我，盯着我的眼睛，像是看着可笑至极的东西。不是那样的，那你以为他是怎样的？他就是个控制狂，是个精神扭曲的垃圾。他跟那个男人都一样，他们婚姻不幸，事业无成，爱慕虚荣，所以他们逼我永远拿第一，永远比任何孩子优秀，让我成为他们不堪入目的婚姻里唯一能显摆的东西。我考试时高烧，差点昏迷，第一次没拿到第一。那个男人在我饭菜里动手脚，在我昏迷时打断了我一根肋骨。那个女人疯了般非法调查了跟我往来密切的夏婉，查出那些事，再说是我说出来的，逼夏婉转学跟我断了往来。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猛地坍塌开来，那是我无人在意、无人喜欢的7年里，唯一在我的幻想里能让我察觉到一点温情的东西，是妈妈，是这世上唯一爱我的妈妈。我的眼睛里好像有东西流了出来，我动不了了，只僵硬的不断的重复那一句：不是，不是。你的名字也是他取的，本来不是念，是耻辱的耻。护士说不合适，他才勉强答应改了念。我跟他断了往来，不愿结婚。他幻想重新生个女儿，却生了个儿子。他崩溃说：耻辱啊，耻辱！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，又好像那些眼泪不是我的，我的身体和灵魂好像都漂浮在了半空中。我疯狂地颤抖着，哽咽着说：不是的，妈妈跟我说，你也是只牵挂的宝贝。苏哲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嗤笑出声。他跟你说，他生下你不到3天就气到血崩死了，他怎么跟你说？我呆呆的恐惧地看着他，再找不到反驳的话。我总是忘记，可我还是想了起来，妈妈早就死了，她生下我后很快就死了。从前我以为她是难产，可原来不是的，妈妈不是难产死的，妈妈也不爱我。原来我以为的这世上唯一一个爱我的人，才是最恨我的人。原来他从来不爱我，原来我从来什么都没有拥有过。哥哥失魂落魄冷笑一声，起身走向电梯。我失声哽咽着，周身颤抖着，惊慌失措也站起来，跌跌撞撞追了上去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尽管我最清楚眼前人也不愿要我，但我还是伸手乞求的，不自量力地抓住了他的衣服。我抽泣着哀求着：
你别丢下我，没人要我，我没有地方去。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能不能不要丢下我？能不能不要也丢下我？哥哥回过神来，他居高临下看着我，声音里再不剩下半点情绪。知道我为什么要收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吗？因为我想告诉苏家，我哪怕去善待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孤儿，让他叫我哥哥，也绝不可能接纳你，接纳那对恶心的夫妻的孩子。哥哥看着我，恍惚的、恨极了的，而又绝望的。你跟他们一样的令人恶心，还有我也恶心。我想起那个照片上温柔的、漂亮的大姐姐，我紧紧攥住了手，摇头。哥哥没有错，哥哥没有恶心。哥哥猝然失控，歇斯底里打断：“用不着你装模作样，就算你在这赖一辈子，我也永远和你没有关系。”他进了电梯，我慌乱想跟进去，被他拦在了外面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我最后听到他一字一字的声音：“不要再跟着我，自己走回去。”电梯门彻底关上，我看不到他了。我好像总是被丢弃，可无论多少次，我还是无法习惯。在被丢下的那一瞬间，我还是会觉得很冷。我不知道哥哥要我走回哪里去，或许是姑姑家，或许是舅舅家，可无论是哪儿，都是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地。我跟着姑姑来京市那天，在火车上坐了一整天。我走不回去的。火车站的售票员阿姨说，没有成年的小朋友也不能独自坐火车回去，自己回去，我还能回哪里去呢？我不知道。我浑浑沌沌离开电梯口，小区里有很多的草地，很多的长椅，我实在站不稳了，想再坐一会儿。可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些叔叔阿姨，他们皱着眉头说，绿化带是小区的公摊面积，被遗弃的孩子要到小区外面去。我沿着小区里的路走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找到了一扇能出去的小门。我沿着长长的没有尽头的街道一直走一直走，明明是白天，我却感觉周围越来越黑，街道上没有人也没有车，可我却又听到了鸣笛的声音，又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又好像离我很远的声音响起。谁家孩子不看路的？他的脸怎么了？别管闲事，拿小孩骗人的很多。那些声音散了，我又看到了妈妈在昏黑的空荡的街道中间，她朝我招手说，怎么不高兴？快来妈妈这里。我急切朝她扑过去，鸣笛声又尖锐响起，我停下脚步，摇头朝后退。你骗我！哥哥说你是坏人，你不喜欢我。小念，你不相信妈妈了吗？妈妈最爱你，妈妈不是坏人呀。我又看到路的另一边，哥哥站在了那里，两道声音从街道的两边疯狂朝我涌过来。妈妈的小念是牵挂的宝贝啊，到妈妈这里来，妈妈抱。小念，妈妈爱你啊。不是念，是耻辱的耻，耻辱啊耻辱！他是这个世上最不愿你活着的人。那些声音混乱的、急切的、温柔的、尖锐的朝我压过来，不断的压过来。我听到剧烈的、粗沉的呼吸声，好像是妈妈和哥哥发出来的，又好像是我自己，我分不清了。小念不喜欢妈妈，不相信妈妈了，那妈妈走了，以后不来了。我的心口像是被挖开了一道大口子，什么都顾不上了，疯了般朝他追过去。不要，不要妈妈走！这个世界上唯一会在意我、会疼我、唯一说愿意抱我的妈妈。我想拉住她，再问问她。像是在我耳边炸开。我侧头，视线里仍是一片混沌，但我的身体却高高飞了起来，像沙包一样再砸落到地上。我的视线终于有了短暂的清晰，我看到了刺眼的阳光，一辆停在我面前的车，司机叔叔从车上下来，万分惊惧又暴跳如雷。讹人了，一定是大人指使的。好多的人朝我围拢过来，无数道嗡嗡不断的声音响起。妈妈还站在不远处，但她没再叫我，也没再走向我。我吃力抬头，痛苦地看向她。妈妈，我好疼啊！可我看到她模模糊糊的脸上露出了大笑。她回过身离开，再也不见了。我的眼睛渐渐无法再睁开，感觉我好像又快要睡着了。但这一次，我好像不能再醒来了。耳边似乎恍惚响起了哥哥的声音：“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这样高的一个小男孩，短头发，穿着灰色的衣服和裤子？我让他自己走楼道上楼回去，可他没有回来，他离开小区了。您见过吗？见过吗？”我好像产生幻觉了。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人会找我回家。妈妈死了，妈妈不爱我，没有人爱我。我感觉身体在不断的下沉下沉，意识的最后是一道陌生遥远的声音：“孩子没有呼吸了。”我想我大概终于已经死了。这个世界上终于再也没有人因为厌我又不得不养我而感到愤怒难当。我也再不用害怕新的一天会不会被赶出门，又该带到哪里去。我再不用因为妈妈不爱我，因为所有人都不爱我而感到难过。好像我最恐惧的死亡也不是那样可怕的。风声在我耳边呼呼的响，像是带着我去往另外一个世界。那些风声又渐渐转为杂乱隐约的人声，头顶刺眼的强光，滴滴答答的轻响。天好像亮了，又好像黑了，不断的反复，好像过了很多很多天。我睁开了眼睛，看到雪白的天花板，雪白的床单，长长的输液管，滴滴的声响。再是仍是一身黑衣的坐在床边，面容阴云密布的哥哥。为什么我死后的世界还会看到哥哥？我觉得奇怪，抬起手揉了揉眼睛，他却还坐在那里。原来这不是死后的世界。哥哥猛地俯身过来，用力按住了我的肩膀。他开口时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
你跑什么？你乱跑什么？我有些失神地看着他。从前我每次生病后醒来时，姑姑或舅舅也会用厌恶至极的眼神看我，那时候我总会有点难过，又有点委屈。但现在我的心里好像什么情绪都没有了，好像从我的身体高高飞起开始，从妈妈的脸变成被推翻的城堡开始，我的意识就开始感受不到伤心和痛楚了。我问你呢，乱跑什么？想去马路中间找死，让我当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，你们就满意了是吗？我怔怔地看着他好一会儿。我不是故意去马路中间的，我看到了妈妈。什么妈妈？跟你说过多少遍，她死。他又似乎忽然想到什么，声音倏然止住，看向我，眸底浮起一丝怪异。妈妈朝我招手，她说她想抱抱我，除了她，没有人抱过我。那时候有点想让她抱抱我，我站不稳，我头晕，我冷，我没有地方能去，我希望有人能抱一下我，至少那时候我是这样想的。尽管到了现在，我已经不再渴望被人抱了。哥哥看了我良久，他的眸底似乎划过一丝异样的我看不懂的情绪。良久，他起身走出了病房。没多久，他让一个医生叔叔将我带去了一个房间。我躺在小床上，叔叔拿着个东西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我的意识慢慢涣散，他就开始问我问题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让我穿鞋下床，他走出去跟哥哥说话。我隔着门听到医生的声音：长期极度缺爱的孩子，有时会在脑海里幻想出一个陪伴他、爱护他的人。情况严重的孩子能看到对方真实存在，甚至能与对方说话、肢体接触。苏先生，结合您弟弟遭遇的那场车祸来看，他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。门终于打开，我站在门内看着他们，他们说的好像是我，但我感觉那些话似乎是与我无关的。哥哥看向我，他总是冷漠厌恶的眸底，在这一刻似乎有微微的泛红。治好了就跟我回去。这一次他说的回去，好像是指他的家，这是第一次。有人说要带我回去，我感觉我大概应该要很高兴，可心里还是空空的，什么情绪都没有了。我想那个医生叔叔说的没有错，我的脑子好像真的坏掉了。我在医院住了很久很久，每天睡的时间都很长。以前在梦里，我总是会梦到温柔的妈妈，现在我再也不会梦到她了。我的梦里只有黑漆漆的街道，人声风声鸣笛声，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的路，怎么找也找不到的光。我醒来时，哥哥还坐在床边，床头开着小灯，他在昏暗里看着我，他像是走了神，怔怔地盯着我，好久都没有反应。他对我的态度忽然开始不再满脸厌恶，不再不耐至极，他每天都有了很多的时间过来陪伴我。我甚至想，我一定是很快就要死了，哥哥终于不用再因法律而不得不养我很多年，所以他才会天天来这里看我，等着我离开。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我还是活着，我身上的伤反而渐渐都好了，连总是发疼发晕的头也渐渐不再感到难受了。早上我再醒来时，哥哥收拾了我的衣物和药，带我出院回他的住处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死，他为什么没因此生气，还愿意带我回去。但我还是什么都没问，无声跟着他上车。车子在路上疾驰，我隔着车窗又看到昏沉的窗外，妈妈站在不远的地方朝我招手。过来，妈妈抱，推开车门下车，到妈妈这里来，快来呀，小念，妈妈最爱你啊。我不想再看他了，就侧开头看向另一边的车窗，可他又出现在另一边呼唤着我。我的脑子里又开始想，像是有小锤子在里面敲。我不要你抱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清他的话，也没回答他，我只紧紧盯着窗外那个模糊的身影。我看不清他温柔的脸了，却能感受到他神情越来越急躁，他的声音渐渐尖利了起来。你打开车门过来啊，我在叫你呢，小念，你听不见吗？你说什么？问你话呢？车窗外那个身影似是开始耐不住，他从街对面走过来，朝我逼近过来，他的手伸向车窗，我看到他长长的灰白的指甲，我看到狰狞的扭曲的脸，看清了他眼底的恨和不甘。他的手好像下一刻就要穿透车窗将我拖出去，我失声尖叫，脚缩到座椅上，身体疯狂挪动后退。车在路边停下，哥哥踩下了急刹，前座车门打开，但是我身旁的车门被拉开，我万分惊恐大叫。车窗外的妈妈却消失了，哥哥面色铁青，他站在车外有片刻的迟疑，似是挣扎，然后他坐进了我身旁，伸手抱住了我。他不会来，苏念，他早就死了。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有人真正的抱住我，也是第一次哥哥叫我的名字。可我已经不喜欢被人抱了，我恐惧被抱住，恐惧被人温柔对待。我的脑子里只剩那只最漂亮的却被推翻轰然倒塌的城堡。不要被抱，温柔和爱是捅向我的刀子，只有厌恶和恨才是真的。不要！哥哥抱住我的手渐渐用力，又似乎有一瞬他回过神来想要推开我，但最终他还是将我紧紧抱进了怀里。我慢慢回过神来，伸手轻轻推开了他。哥哥回了前座，关上了后座的窗帘，窗外的妈妈终于再也不会被我看见了。晚上吃饭时，徐小雅紧挨着哥哥坐着，我坐在他们对面离他们最远的餐椅上。徐小雅是被遗弃的孤儿，刚生下来不久就被哥哥收养，她的生日只比我晚2天。哥哥本达不到收养她的条件，但他不惜费了好一番力气，似乎是通过他一个年龄大些的同事收养下的徐小雅，再寄养在了这里。
这些是姑姑和舅舅嫌恶说起哥哥时提到的。或许如哥哥所说，他希望向苏家证明，他哪怕收养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婴，也不愿认我、收留我。所以徐小雅是几乎从一出生就住在了这里的，她才是这个家里的人，而我不是。我垂低了头，小心吃碗里的饭菜。似乎因为早产的缘故，我的手不是很协调，抓握筷子或勺子都要比别的小朋友吃力一些。我努力将头挨进碗，才没有让饭菜洒出来。徐小雅跟哥哥轻声说着什么，哥哥温声回应着她，那些声音细细碎碎钻入我的耳朵里，就像从前我住在亲戚家里，餐桌上他们其乐融融说话，而我永远是低头吃饭的那一个。有时不小心抬头看一眼，都会被呵斥。好在现在我已经不会再难过，只认真吃着自己的饭。那么远，你能夹到菜？我抬起头来，看向哥哥蹙着的和徐小雅厌恨的敌意的眼神。能夹到的。餐桌是正方形的，其实无论坐在哪一边，夹菜的距离都是合适的。我小心伸着筷子夹了点青菜，证明给他看，可筷子没抓稳，青菜不小心掉到了桌子上。我仓皇又将菜重新夹起来放进碗里，再埋低头将菜送进嘴里。下次菜掉到桌上就不要再吃了。我再不敢抬头。饭快吃完时，哥哥接了个电话起身，他匆忙上楼，吩咐了保姆一句，等孩子吃完就收拾了。我抓不太稳筷子，碗里的饭菜还剩下一大半。徐小雅却起身走到我身旁道，阿姨要刷碗了，你吃的太慢了。在了地上。哥哥该是听到了动静，疾步下楼的脚步声传来，保姆匆匆走过来，却欲言又止。他看到了，但他不会帮我说话，没人会帮我说话，就算说了也没人会信我。徐小雅似乎是觉得还不够，她攥紧了手，侧目看向了摆放在餐桌一角的那只瓷娃娃，那是她经常抱着的，该是很重要的东西，或许是哥哥送的。她面容挣扎着，好一会儿转为不管不顾的决绝。她伸手抓过那只瓷娃娃，再狠狠砸碎在了地上，然后她的手颤抖了，眼睛也红。我想起上一次好像也是一模一样的。书房里大姐姐被摔坏的照片，哥哥怒声的质问，委屈哭诉的徐小雅，我着急辩解，被愈发愤怒的哥哥赶出了门。但这一次我没有再说话，我抬眸看向面色阴沉的哥哥，真奇怪，明明是被指责的那个人，可我感觉我像是一个旁观者，我仍是感知不到情绪，也想不到需要辩解的话。是你摔的吗？为什么要摔小雅最宝贝的娃娃？我仍是无声看着他，然后我在他身后的窗外又看到了妈妈，穿着白裙子的妈妈温柔又朝我招手。小念，来妈妈这里啊，没有人喜欢小念，妈妈喜欢小念呀。妈妈在窗外，小念来窗外好不好？我的视线移向落地窗外，我仍是平静的无声的，我看着哥哥，再看着渐渐歇斯底里的妈妈，好像谁都开始变得与我无关，耳边的哭声和质问声还在响起，不知过了多久。够了，回房间休息，下不为例。我点了点头，回身一步步进了小杂物间，身后徐小雅哭声更大，带着无法接受的万分委屈急切。哥哥，那是很重要的瓷娃娃，是哥哥送我的最重要的东西。哥哥说瓷娃娃会保护小雅永远平安，可哥哥他……哥哥改天再给你买。小雅不是也说了，是苏念不小心吗？我进了房间，关上门，外面的声音就听不见了。深夜里，我去厨房倒水喝。徐小雅睡在楼上，我仍能听到她很大的哭声。她最宝贝的娃娃碎了，可她没能像摔碎照片那晚一样得到她想要的。我走到厨房门外，听到哥哥和保姆苏奶奶说话的声音。东西真是苏念摔碎的吗？先生，我听到动静才从厨房出去，没看清楚。你撒谎！我到楼梯上时，看到你已经站在餐厅里了。之后是许久的沉默。许久后，苏奶奶叹了口气：先生，小雅小姐几乎一出生就在这儿了，她把您当亲哥哥，只有您一个亲人啊。要不是太害怕您被抢走，她舍不得摔那娃娃的。哥哥就没再说话了。良久，他在最后说了一句：算了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摔都摔了，以后别提了。我并不意外，我拿着空水杯回了房间睡觉。日子照样继续，一日日一月月，我越来越频繁地看见妈妈。我开始在大白天看到窗外是黑的，我开始将鲜艳的彩色认成黑灰色。有天深夜，我差点开窗落下去后，哥哥就搬着我的被褥放进了他的卧室里。我睡他的床，他打地铺。深夜里，他躺在床边说话：苏念，你真恶心，跟苏家的人都恶心。有时他喝了酒，抱着大姐姐的照片，又神似恍惚看向我说：苏念，你怎么也这么可怜？我仍是听不清他的话，我永远怔怔看着窗外的妈妈，她的白裙子在我视线里也变成黑灰色的。我总感觉我只要移开一下视线，她就会打碎窗户朝我扑过来。哥哥给我冲了药进来，他将花花绿绿的药丸放进我手心里，看了我良久良久。我听到他很轻的一声：算了，苏念，以后你好好长大吧。我看到他身后卧室门轻声打开，
徐小雅站在了门外，她眼睛通红，眼底是在掩不住的对我的无尽的恨。隔天，京市出了案子，哥哥和警察一起去了现场。我吃过早饭，去厨房倒了水。徐小雅站在厨房门口，跟之前一样盯着我，我没有理会，端着水杯回了卧室。保姆送徐小雅去上学了，但哥哥没有让我上学，我一个人留在卧室里画画，画我想象中的好看的房子。房子的墙壁都是粉色的，卧室里有干净的书，窗台上有好看的花，窗外没有奇怪的妈妈。我画着画着头，突然开始晕，我晃了晃头，更晕了，耳边开始响，发晕的头开始疼。哥哥有定期带我去看心理医生，每天的药我也有按时吃。很久没有不舒服了，头疼得越来越厉害。我歪头看到了水杯，从前透明的水，今天好像要白一点。我丢下画笔，跌跌撞撞走出卧室门，没有大人在家。我想下楼去客厅里找点药吃，脚下忽然踩空，身体沿着楼梯滚落了下去。门推开的声响，再是有人疾步奔向我。苏念，你怎么回事？我的头撞到楼梯最下面，意识就没了。再醒来时是在病房，我听到哥哥怒不可遏的声音：将徐小雅给我送去福利院，不准她回来。我睁开眼，看到站在病床边的哥哥暴怒而决绝的神情。这一次他似乎是真的打定了决心。但徐小雅来了病房门外，恐惧地哭了起来。你还有脸哭？你这是杀人！以后出去福利院，再别让我见到你。他说着将徐小雅赶去了病房外，可隔了好久他也没再回来。护士进来跟我说，等家长回来，去主治医生办公室拿单子。我仍是没等到哥哥回来，就出了病房去找他。走廊尽头拐角处，我听到徐小雅站立不止的哭声。我看到哥哥背对着我站在他身前，他的责骂声没再响起。我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，我不认识那些字。哥哥垂在身侧的手无声攥成了拳。胡闹！我摸了摸额头上厚厚的纱布，从前在姑姑家留下的刀伤，现在因为摔下楼梯添了新伤，但好像也并不再疼了。徐小雅大哭着扑进了哥哥怀里。我知道哥哥不会再送走她了。月底入了秋，天气渐渐降了温，徐小雅照常住在哥哥家里，照常上下学。我照样吃了饭就待在卧室，偶尔哥哥进来看我，我怔怔看着他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开始害怕出门，家里可以拉上窗帘，可出门就总是会看到妈妈。到了我心理检查的日子，哥哥就叫心理医生上门。除了被催眠治疗的时候，我变得跟谁都很难说上话。徐小雅仍然总是哭，偶尔私底下会气愤愤，不甘要我陪她的瓷娃娃。哥哥有时会哄她，神情为难。月初时，哥哥忽然带回来一个年轻漂亮的阿姨。苏念，我在外面租了个房子，以后阿姨会陪着你，照顾你。我听明白了，他终于决定赶我走了。徐小雅不喜欢我，他不可能让他走。我想，其实他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他让我在这里待了快5个月。从前我在亲戚家里连续待过最长的一次是2个半月，所以我想他应该已经算个不错的哥哥。我点了点头，哥哥愣住了，似是难以置信。不问为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摇摇头。不用问，我住哪里都可以的。哥哥似乎有一瞬急切想要跟我说什么，或许是他让我搬出去的缘由，终究也就那几个理由。他不喜欢我，徐小雅不喜欢我。我从前每次被赶出去都是一样的原因，但哥哥要开口时，窗外起了大风，从没关严实的窗口灌入，放在窗边桌子上的那个大姐姐的相框被吹歪了一些。哥哥再顾不上跟我说话，疾步过去拿过了相框，又沉声吩咐保姆，下次不要把照片放在窗边。再看向我时，他眸底一瞬的迟疑已经散了，他的声音里又只剩下不冷不热的疏离。你走吧。于是我仍是拖着那只很小的行李箱，里面只装着2身衣服，无声跟着一个陌生的阿姨去往下一处陌生的地方。新的房子却没有我想象中的冷清暗淡，它有粉色的墙壁，卧室书桌上摆放着干净整洁的小学课本，窗台上摆放着漂亮的花，露台上种了蓬勃的向日葵。快中午了，窗外大好的阳光照了进来，什么都是明亮的。我忍着害怕看向窗外，也只看到树叶上洒落的阳光，不再有妈妈灰黑色的身影，那是我画里的样子。阿姨猜小念或许会喜欢这样，这房间都是阿姨做主布置的。小念要是有不喜欢的，咱们就换。我呆呆看着窗外的阳光，没有说话。以后我会一直陪着小念，我们做我们爱吃的饭菜，一起去小学读书，认识可爱的小朋友们。我开始想起我读过的那一年小学，我的亲人都不喜欢我，但小学里的小朋友并没有人嫌弃我，他们不介意和我一起玩积木，不介意拉着我的手一起玩转圈圈的游戏。阿姨轻轻拉着我的手腕，小念要开心起来啊！阿姨喜欢小念，老师也会喜欢小念，小朋友们都会喜欢小念。小念的以后会向着窗外的阳光，漂亮明媚，越来越好。我走进窗边，看到阳光照到了我的脚尖，再往前一步，阳光就照到了我的小腿上、指尖上，再是脸上。黑暗里有些冷，阳光很温暖。阿姨带着小念一起走到阳光里去，好不好？我的指尖好像真的开始暖和了起来。
良久，良久。我很轻的点了点头。我渐渐的能正常出门，不再恐惧室外，开始回到小学读书。周末或是放学后，照样定期看心理医生。无论做什么，阿姨都会寸步不离陪伴着我。我上课时，她就坐在教室的最后。她给班上的小朋友带糖果和玩具，帮老师做手工、发作业本。班上的老师和小朋友都很喜欢她。我仍是不习惯主动和人说话，她就领着小朋友来找我玩。深秋时，阿姨开始发现我吃饭总是很慢，是因为手有问题。她带我去了医院检查，检查结果并不复杂，可以治愈。从前我辗转在亲戚家，没人愿意为我多花钱，阿姨替我付了医药费。不过小半年，我的手就被治愈了，我终于能够正常握笔、正常写作业。我辅导我的同桌做数学题，她很高兴。苏念，你讲的比老师讲的还要好，我全部听懂了。他成了我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。我愈发认真而努力的好好读书，我开始能和班上的同学聊天，能在见到老师时轻声打一声招呼。盛夏时的期末考，我拿到了班上第一，老师让我上台拿奖状发言，阿姨满是喜悦的拿出手机拍我。领了奖后，阿姨带我回家，路上她立马给哥哥打了电话。我想跟他说，哥哥应该并不会关心，但看他实在欣喜万分的模样，还是不忍开口阻止他。我感觉我好像能够完整感受到情绪了。我拿着手里的奖状，看着窗外冬日里的阳光，感受到了欢喜和雀跃。我在收回目光时，听到阿姨轻声激动和哥哥说的最后一句话：我做到了。晚上哥哥过来一起吃晚饭，阿姨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她细心帮我夹菜，又替哥哥盛了汤。她忙不迭告诉哥哥我怎样交到了好朋友，拿了奖状，又怎样在台上大方发言。她今天似乎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要温柔，更要开心。我看着她，似乎又看到了许久许久以前的记忆里那个洁白裙子的温柔的妈妈。吃过饭后，阿姨叫我先上楼休息。你先上楼休息，阿姨送哥哥出门，然后就来陪你。我忍着满心的欢喜往楼上走时，又禁不住想着，等他回来卧室陪我，又会怎样继续夸我。我拿到了第一，我交到了朋友，我终于不再是那个谁都不喜欢的苏念了。我如他所说，走到了阳光里。可我在卧室等了好久，阿姨也没有回来。窗外起了大风，风吹的树叶哗啦啦响，好像要下雨了。我担心阿姨淋湿，想了想，还是下楼拿了伞要出去。玄关门刚拉开一点，我听到了门外阿姨激动的声音：可我们之前说好了的，苏念变成正常人，我就可以离开。他现在不仅心理检测结果正常了，连成绩我都让他做到了最好。苏先生，您不能强人所难，逼我再留在这里啊！我抓在手里的伞，忽然间似有千斤重。陈小姐，我不是逼你的意思，我可以付给你更高的薪水。苏念，他很喜欢你。可他喜欢我不是我的错啊，我只是照您的要求治好他。我有自己的女儿，我学的所有哄孩子的方法，都是为了让我女儿开心。如果不是女儿病了，谁要来照顾别人的孩子？我悄声合上玄关门，放下伞，退回了楼上。我呆呆坐在床上，又想起小镇上的孩子们说过的话。雨点开始敲打着窗外的树叶，黑漆漆的夜里，太阳和月亮都不见了。阿姨走的那天，我将哥哥每月给我的5000生活费拿出4500，悄悄塞进了他的行李箱里。我希望阿姨的女儿早日康复，走到阳光里。我的日子照样继续。哥哥给我换了个保姆，是个50多岁的大婶。大婶和阿姨不一样，她不会格外亲密地抱我哄我，不会陪我睡觉，但她会认真给我做好饭，接送我上下学。天晴下雨时，在我的书包里放一把伞；下雨时，在我的书包里放一把伞。除此之外，我和她之间的往来和闲谈都少得可怜。她生性朴实话少，而我也清楚，她一样会有离开的一天。我照样好好学习，照样拿年级第一，只是偶尔同桌会侧目奇怪地问我：苏念，你最近话少了好多啊。是啊，你是不是终于开始瞧不起我们这群学习不好的傻子了？怎么可能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们不是傻子，我只是觉得大概没有人是真正喜欢我的。可好像越解释越乱，我连耳朵尖都红了。同桌扑哧笑出声，一把抱住我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变的，要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啊，我们想办法帮助你啊。对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遇到了什么事就要一起想办法。好朋友吗？你们为什么不讨厌我？为什么要讨厌你？苏念，你成绩好，又热心肠，还这么帅气，没有人能讨厌你的。我的脸更红了，眼睛也红了。同桌伸手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不准矫情啊，苏念，我们是同学，也是永远的好朋友。阳光从窗外照过来，照到我的课本上，我垂低头，喉间酸涩。我和同桌一起读了同样的小学和初中，他跟着我做功课，很刻苦，运气也好。中考时，他以刚到录取线的成绩和我一起考入了市一中。高考时，他又以超过录取线2分的成绩进了一所不错的一本院校，和我考入的大学就隔了一条街。他开美容院的妈妈惊喜万分，硬拉着我去他家吃饭庆祝。这么多年，阿姨一直对我很热情，来学校看我同桌时，总不忘也帮我带些水果零食和生活用品。放假时，常叫我过去吃饭。从前年轻漂亮的阿姨，如今眉眼已出现皱纹。我一个单亲妈妈，拼了命赚钱，没什么时间照顾小溪。苏念，好孩子，
小希友今天全亏了你啊！我垂下眼看向他的手，温柔拉住我的手，恍惚里想起很多年前的幻想里，妈妈温柔拉住我的模样。这一瞬好像也有一点难过。我吃完饭回家，哥哥过来了。从前7岁时被他带回家的我，如今已考入最好的大学，已经19岁。而曾经那个眉眼年轻冷冽的他，如今已年过40。或许是刚忙完工作来的匆忙，他衬衣袖上还有点脏污。小区里有经过的几个大叔大婶认出了他，一群人模样嫌恶，小声嘀咕：又是这个苏法医，摸完死人衣服都不换，衣袖上连血都不擦的吗？晦气！这些年来，这样嫌弃他的人早不是第一次。我走过去拿出湿巾，无声擦掉了哥哥衣袖上的那点脏污，再将湿巾上黑灰色的污渍给那些人看到。只是泥污不是血迹，何况就算是血迹也不晦气。法医只是给死人清白，给活人公道，应该被尊重。几个人匆匆离开，哥哥低眸看向我。这么多年，他其实也来看过我不少次，也几乎不曾再表露过那种憎恶和敌。但我们之间总是说不出的生疏，像是隔着层什么，无法真正走进。长大了，考了好大学，很厉害。我沉默了半天，有些别扭。谢谢。似乎连那声哥哥都有些叫不出口了。我年岁渐长，也开始明白他和苏家之间的怨恨，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是他如今年过40，仍不愿考虑结婚的真正缘由。没有人是从一生下来就厌恶婚姻的。不要再想以前的事，好好学习，好好生活。苏念，你从来没有错，从前是我困在过去里，做了很多让你伤心的事。哥哥该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哥哥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已经很好了。这么多年，他怀着永远放不下的怨恨和痛苦，还是承担了我全部的抚养费用，给我找了好的保姆，哪怕与我近乎无话可说，也仍是时常来看我。他已经很好了。哥哥的眼底似是起了雾，他有些仓促移开眼，看向了别的地方。徐小雅我送走了，工作越来越忙，以后我可能就不会常来看你了。我看着他，忽然发现他似乎又瘦了，连面容也憔悴灰白了许多。你病了吗？哥哥看了我良久，盛夏时分，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。我忽然发现他的眉目原来也是温和的，原来也那样好看。良久，他还是只摇头道：没什么事。他神情有些挣扎，好一会儿，似是终于打定了决心开口。当初我送你出去外面，其实不是撵你走的意思，那时心理医生说你的状态很糟糕，或许是讨厌徐小雅，也讨厌我，换一个地方生活会对你好一些。我的眼睛忽然酸涩，垂下头不知道说什么。我其实也没怎么讨厌过你，我明白他只是也无法接受而已。我们的身上流着部分相同的血液，因着相同的血液，我们放不下彼此，却也无法走进彼此。大学4年，哥哥很少再来看过我，我偶尔感冒去医院碰见过他几次。我问起他，他总不愿多说。再后来，我偶然听说徐小雅死了，她一出生就被家人抛弃，似乎是先天性的无法治愈的抑郁偏执。她视哥哥为唯一的亲人，抗拒接近哥哥的任何人。哥哥下定决心送他进了福利院，福利院对他很好，但他还是只待了半年就离世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进了一家很好的公司，同桌也找了份不错的工作。我刚入职很忙碌，时常深夜还得留在公司加班。某天下午，我在公司忙得焦头烂额时，哥哥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手机不知怎么关了机。等我忙到深夜打开手机时，发现距离他给我打电话已经过去了4个多小时。我再拨过去，那边没有接听，只给我回过来一条信息：我去挪威养养身体，大概要过些年再回来。如果遇到什么事，可以给这个人打电话。短信最后附了一个手机号码，我认出来，那是他助理的电话，也是他很多年的挚友。他打给我的那个电话，或许是临出发时想与我见一面。那之后，他与我的短信和电话联系就少了许多。我入职的第2年底转了正，升任了部门组长，工作渐渐不再焦头烂额。同桌林夕也难得有了年假，他约我一起去挪威看极光。苏念，我们一起去挪威看极光吧。我想休息，不太想去，又忽然想起那个也去了挪威的人，到嘴边的婉拒的话转为了一声好。我忽然想起，我与哥哥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上了。出发挪威的前一天，我收拾好了行李，看向书柜上一只奖杯，是公司奖给我的。我不知怎么伸手将它放进了行李箱里，似乎是有些想带给他看看。深夜里，我却忽然接到电话，得知了哥哥的死讯。苏先生，苏哲先生于今日凌晨在挪威去世。他早在您刚考入大学那年就得了绝症。苏先生将遗产留给了您，如果您有时间，麻烦及时来签下文件。我拿着手机好一会儿没回过神来，我忽然想挪威可以合法安乐死，或许他过去不是治病的。我接回了哥哥的骨灰，打理了他的后事。某天深夜里，我去他的住处整理他的遗物，在他的书柜里忽然看到了一张画纸，那是很多年前我还住在这里时画下的梦想的房子。粉色的墙壁，书桌上有干净的书，窗台上有漂亮的花。原来他看到了的，鼻子里酸涩不堪。我抖着手继续清理他的东西，层层叠叠的书籍里，某本书里忽然掉出来一张早已泛黄的信纸，上面的字迹已模糊，一种是娟秀的工整的笔迹褪色了许多。不信去找苏哲问他。我想起许多年前哥哥痛苦与我说起的话，他不相信去天台找我，然后犯了病落下去了。工整的笔迹下是另一种我最熟悉的利落而又温和的笔触。我来找你。清晨时分，风带着阳光从未合拢的窗户灌入，
阳光无声拂过信纸，我想他们一定一起走进了阳光里。我离开了这处房子，回身关上了门，将它和里面的一切尘封。走出前院时，我忽然又想起许多年前的夜里，我睡在哥哥的房间里，他给我冲了药，又将药丸无声放入我手心。良久，他轻轻叹息的一声：“算了，苏念，以后你好好长大。”